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身体8颗缺钱痣，说什么不能留。这项之中蕴含的学问是相当丰富的，痣之中有福痣、财痣、桃花痣等各种分类，却也有命名为缺钱痣的志向。所以很多人生在富家却没有富命，殊不知就是因为这小小的痣对命运产生了影响。那么身体哪里的痣是缺钱痣呢？能够有钱富贵的痣又在哪里呢？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。一、缺钱痣。一、发际线有痣。头部代表着一个人的智慧，而发际线部位如果长痣的话，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判断力。这种人虽然头脑非常聪明，想法也比较多，但是性格却比较的犹豫，做事不够果断，也会阻挡自己的贵人运，做任何事情都特别的劳累，缺少贵人的扶持与帮助，一生困难重重，经常做一些无用功，命运非常的可怜。二、鼻翼有痣。鼻子在相学中为财帛宫，也为人的财库，代表着财运好坏和储蓄钱财的能力。如果鼻翼长痣的话，就像钱袋子破了个洞一般，容易漏财。这种人一般眼光不好，主见性不强，缺乏理财的意识和能力，容易轻信他人的话，缺乏自己的想法，依赖性非常的强。在生活中容易上当受骗，吃亏较多，在投资方面也容易盲目，跟风心理比较的重，缺乏独立的判断能力。如果自己创业的话，容易赔钱，生活穷困不堪。三、嘴唇有痣。嘴巴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福禄运势和人情冷暖。如果嘴唇长痣的话，这颗痣属于一颗小人痣。长有此痣的人一般性格非常的开放，说话做事都不喜欢受到约束，平时比较的贪吃，享受欲比较重，属于一个典型的吃货，交际能力非常的强。不过在对待男女关系方面比较的随便，自我控制力比较差，喜欢与异性保持一种暧昧的关系，异性缘比较的好，但是大多没有结果，还容易因为男女关系问题而损财，身体健康状况不佳。四、美人尖有痣。美人尖即是额头正中的头发向下凸出来的一截，就像一个三角尖一样。如果此处长痣的话，这种人大多年运不顺，从小学业不好，心思不正，缺乏智慧和思考，也没有什么上进心。成年后整天也是不务正业，喜欢混日子，整天得过且过，还经常在外面闯祸惹事，不听父母的话，经常给家人带来很多的麻烦，属于天生的讨债鬼类型。与父母之间的感情不好，也容易让父母失望伤心。五、子女宫长痣。子女宫位于一个人下眼皮处的位置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卧蚕的位置。若是在此处长有恶痣，被称之为劳碌痣。此处的痣长得过于暗淡无光，以男左女右。若是痣长在左边的位置，则说明需要为男孩操心；若是痣长在右边，则需要为女孩操心。则这样的人就没有清闲的时候，甚至老了还要为儿女奔波，下一代成不了大气候，不啃老就不错了。六、福德宫长痣。福德宫位于眉毛上方约1公分的位置处，主要代表的是他们的福气与德性、婚姻运等等。以福德宫长得饱满明亮为福气。若是在此处长有恶痣，福气不足，个人对待婚姻难以走到头，又称为二婚制。而这样的人德行较差，对待自己的家人不负责任，早先的能力再强，后半生也会过得比较的辛苦，日子一天不如一天，以后注定奔波劳碌一生，发不了啥大财。七、肩膀正中间长痣。在相学当中，若是在肩膀正中间的位置处长有恶痣，则属于劳碌痣。往往大多数的情况下，拥有此种恶痣的人，往往就是奔波劳碌的命。个人的生计能力比较差，自己以后的日子也不会过得安生，甚至还会为了赚钱奔波而操心，日子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就没有安生的时候，常常是各种麻烦事不断，一辈子就会辛苦奔波，以后自然成不了啥大气候。八、脚背长痣。脚背长痣又称为奔波痣，有此志向的人常年在外奔波劳碌，需要在外赚钱，与家人的相处更是聚少离多，赚的都是辛苦钱。脚上长痣的人一般命中不缺财，但是不可有过于拜金的伴侣，否则会拉低自己的运势。就算赚的再多，也存不住钱。表面上看似风光，但是没有积蓄。
一旦用钱的时候，极有可能会面临破产的可能。2. 必定有钱的痣。1. 脚底长痣。在相学当中，若是一个人的脚底的位置处长有吉痣，则属于典型的将相痣。一般的时候，这样的人个人的能力出众，责任感会非常的强，总是能够在事业上取得一定的社会地位，而且他们行事稳定，知道怎么脚踏实地的去努力工作，所以往往他们在以后的发展当中会取得高于常人的成就，个个都是上等好命，说不定还会成为人上人，居庙堂之高。2. 肚脐眼长痣。在相学当中，若是肚脐眼的位置处长有吉痣，会被称之为福禄痣。一般的时候，这样的人都会拥有非常大的智慧，能力出众，有才又有才。就算是自己早年的起点再差，日后也会凭借自己的努力而过上富裕的生活。若是女子拥有此种吉痣，更是会有旺夫兴财的好运势，日后必定会容易嫁入豪门，婚姻生活更是过得幸福美满，往往不会缺钱花。3. 肩胛骨长痣。在相学当中，若是一个人的肩胛骨的位置处长有吉痣，就被称之为田宅进财痣。通常的情况下，这样的人行事稳重，个人的能力强，往往做事有担当，非常的靠谱。婚后有能力，有责任心，会在事业方面取得更大的财富积累。而且一般情况下，肩胛骨的位置处长有吉痣的人，至少在房产方面的能力出众，有极大的个人发展空间，能力本事自然也会非常不错。4. 手肘外长痣。在相学当中，若是一个人的手肘外的位置处长有吉痣，则一般的情况下，这样的人能力强，智慧力高，抗压力也会比较强，就算是遇到困难，也能想尽一些办法而取得成功。所以这样的人天生的领导能力出众，情商智商升高，所以这样的人比较适合做领导者，知道怎么利用身边的人去创造更多的财富，能够带领身边的人一起发大财。5. 胸口长痣。在相学当中，若是一个人胸口处长有吉痣，则属于典型的胸有大志的说法。通常的情况下，拥有此种吉痣的人，他们的心胸宽广，能容人，在事业上不是指一个人的沾光占便宜，而且有赚钱的机会，大家一起发大财。所以他们这样的人往往会保证事业发展顺利，更是会有一辈子的荣华富贵享受不尽，家庭生活自然也都是幸福美满。6. 迁移宫长痣。在面相中，迁移宫是指这个人的额头两边靠近发际线的地方。一般迁移宫有痣的人，做事都会显得很轻松，做什么都可以，而且在生活中也是能够有自己的想法，能够源源不断的招来财富。而且这种人成功很容易，只要付出努力，很有可能会赚取很多财富，能够不缺钱花，将家庭管理的服服帖帖的。而且感情上也是能够有自己的财力支持，婚姻很好。7. 耳垂长痣。耳垂能够看出此人的运势福气，一般这个地方长痣能够看出此人的能力大小，一般这种人荣华富贵都能够享受，而且无论是正财还是偏财都能够得到。这种人不会因为一种小事而耽误，所以能够很好的赚钱。就算是不在商业上面发展，在官场上面也是能够有很好的前途，做事能够做得很好，得人赏识，越做越好，家族也会越来越大。8. 印堂生痣。印堂在面相中是两眉之间的部位，同时也是命宫所在的部位。这种人如果是在印堂的部位有痣，代表着这个人能够很有经济头脑，做事能够想得很远，而且很有生意头脑，生财能够有自己的财运。所以这种人的运程能够很好，不会受到欺骗，也很有个人运，能够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有帮助，拥有很雄厚的财力来做支持。所以这种人加讲讲，额头不同命不同，看看你是哪一种。额头在相学中称为天庭，也称为官禄宫，代表着一个人的先天运势、智慧和事业财运状况。不同的额头有着不同的运势和吉凶。今天小酱汁就从额头的形状和额头的纹路和大家说说，看看你是什么命吧。1. 额头形状不同命不同。1. 圆额，心地温和。圆额指的是额头中间饱满圆润，向两侧呈圆弧过渡。这种额相的人一般性情非常的敦厚，也比较的聪明。
但是稍微缺乏一些创造力，为人也比较的谦逊和善，待人非常的随和，特别的好说话，也很容易相处，不会将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别人，所以特别的受欢迎，人际关系比较好，朋友也比较的多。但是做事稍稍缺乏一些耐心，事业上有些缺乏坚持，感情上也比较的被动，容易为情所困。2. 角额，富于现实性。角额指的是发际线与额头交连的地方，看上去就像一个三角形一样，上部尖窄，两边略宽。这种额相的人会给人一种刚毅之感，为人非常的注重现实方面的追求，想法也非常的接地气和实际，不喜欢胡思乱想，做起事来也非常的认真和踏实，但是缺乏谋略和思考，适合做一些较为单调乏味的工作，比较的辛苦。在感情方面也是典型的现实主义者，对于另一半的经济状况方面也很有自己的要求。男人有额一生比较操劳，女人有子额帮夫运较好。3. M 字额头，富有独创性。 M 字额很好理解，就是额顶的发际线中间低，两边高，看上去就像一个大写的 M 一样。这种额相的人一般头脑非常的聪明，而且转得也比较的快，想法很多，也很有创造性，总是能够想出一些比较新鲜的点子，而且为人也非常的有主见，主观意识比较强，不会盲从于别人，也很有预见性，也很有自知之明，往往能够发挥自己的优点和特长，在事业方面做出一番成就，在感情方面也非常的浪漫，往往能够掌握主动权，感情生活比较的顺利。4. 富士额，富有自我意识。富士额指的是额头与发际线的交连处，看上去就像富士山的形状一样。这种额相有些类似于 M 字额，但是中心部位头发下垂较为明显，两侧较为顺滑一些。这种额相的人一般性格非常的温和，也比较的乐观开朗，往往能够给予身边的人带来快乐，人际关系也非常的和谐，但是做事往往缺乏计划，喜欢模仿别人，自身缺乏创新，而且坚持力不足，喜欢半途而废。在事业方面经常容易失败，对待感情也是喜欢那种一见钟情式的爱情，很难长久，容易经历很多折磨。5. 秃头额，过于操心。秃头额很容易理解，就是前额几乎没有头发了，看上去有点秃顶的倾向。这种额相的人一般做事积极，行动力比较强，但是性情有一些刚直，说话做事方面也比较的拘谨，有些放不开，不太善于应酬和交际，处事稍微有些死板。其实他们本身是非常有想法的，但是却因为有些犹豫，所以经常会被身边人的思想所干扰，从而造成事业和工作方面的失败。在感情方面也是比较典型的直男类型，情商较低，而且比较的自我，说话做事有时不太会照顾对方的感受，所以感情经历一般比较的坎坷。6. 平弱的额头，受雇于人。这里说的平弱的额头没有太过形象的特征描述，唯一可以用来衡量的就是额头在整个面部的比例。如果说额头在整个脸部所占的比例相当的小，使得额头看上去比较狭窄的话，这个人一般智慧有限，考虑问题比较的简单，容易被身边的人利用，或者是遭遇背叛。在为人处事方面也比较的小气自私，处事也不够的圆滑，而且贪心较重，人际关系比较差，做事没有什么魄力，也无法从事领导职位，不过脾气非常的好，只要不断的努力，中年后感情和生活方面也都会非常的不错。7. 突出的额头，上进心强。额头上部比较突出的人一般智商较高，而且为人很有远见，考虑问题也非常的理性，目光比较长远，观察力非常的强，对事情有着很强的判断力，善于把握工作和感情方面的机会，
为人情商很高，性情也比较的亲切，待人也比较的随和，整个人也很有人情味儿，上进心比较强，凡事都喜欢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去获得，事业方面往往成就比较突出，但是婚后往往婚姻不太顺利。2. 额头有4条奔波纹。1. 悬针纹。悬针纹指的是两眉的正中心位置长有一条竖直的纵纹，看上去如一根针悬于命宫的正中间。长有这条纹路的人，大多性格方面都比较的极端和固执，只要决定的事情就会不惜一切代价去完成，有种不到黄河不死心的倔强和执着，想法也非常的偏执，处事霸道，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，特别容易得罪人，人缘非常的差，就连配偶和子女都无法忍受，内心孤苦无依，缺少外力的帮助，一生奔波劳苦，却难有什么作为。2. 伤害纹。所谓的伤害纹位于眉头的左侧，是一条单独出现的纹路。长有此纹的人大多心思非常的重，整天脑里装着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，容易被各种事情所干扰，导致情绪经常陷入焦虑之中。这种人对情绪的控制力非常的差，一旦发起脾气来就会不管不顾，非常的冲动，容易做出一些伤害他人的事情和行为，一生劳累而操心，性格沉闷不开心，日子过得非常的凄苦。3. 八字纹。所谓的八字纹指的是印堂部位长有2条如八字形状的纹路，长有此纹的人大多野心和欲望比较的强烈，但是个人能力不足，经常会给自己树下一些很难实现的愿望，而且内心比较的纠结和矛盾，心胸也非常的狭窄，经常为了一点芝麻绿豆的小事计较个不停，搞得自己非常的忧愁和焦虑。男人有此纹，一生比较的窝囊劳累而奔波，但是却难有什么成就。女人有此纹，嫉妒心和好胜心非常的强，见不得别人好，内心非常的不安分，一生操劳而辛苦。4. 川字纹。如果印堂处长有3条竖直的纹路，看上去就像一个川字一般的话，称为川字纹。长有此纹的人大多头脑非常的固执，做事不知道变通，想法容易不切合实际，做起事儿来也是眼高手低，能力不足，却总想着干一些大事儿，而且遇到困难就会给自己找很多的借口去开脱，内心戾气较重，情绪也是反复无常，喜欢推卸责任，人缘非常的差，与亲戚朋友之间的关系也比较的僵，遇到困难也没人出手相帮，一生奔波劳碌。3. 额头有4条富贵纹。1. 伏羲纹。伏羲纹指的是额头有3条纹线，而且纹尾全部向上翘起，也称为偃月纹。此纹主贵，长有此纹的人性情温顺，待人比较的随和，而且为人正直，心地也非常的善良，做事稳重踏实，认真仔细，考虑问题也非常的严谨，人缘非常的好，很受周围人的爱戴和欢迎，一生长寿富贵，厄运和灾难比较的少，非常的有凝聚力，能够得到周围人的钦佩和幸福，是非常适合从政的。不过操心的事情太多，一辈子也是劳心劳力。2. 山字纹。山字纹非常的罕见，但是特征也比较的明显，整个纹路就像汉字山字一样。拥有此纹的话，一般家境出身不太好，可能很早就需要步入社会打拼，家中能够给予的帮助较少，凡事都得靠自己。不过见多识广，经历也比较的丰富，从小便能积攒下非常丰富的经验和人脉，往往能够在年轻时便打拼出一番事业，发达较早，一生富贵长寿，也是非常适合入仕的。不过晚年运不太好，容易陷入孤独。3. 十字纹。十字纹指的是横竖两纹较差，形成如十字一般的纹路。额头长有此纹的人，一般性格方面较为的孤僻内敛，但是意志力非常的坚定，为人非常的能吃苦耐劳，
做事很有实干精神，个人有着很高的精神追求，是个非常有理想和信念的人。事业方面发展较好，大多能够富贵发达，但是为人有些清高，沟通交流能力稍差，与子女的关系往往不是太好。到晚年时期，命运较为的坎坷和孤独。4. 田字纹。田字纹也很好识别，额头的纹路内焦外匡，看上去就像一个田字一样。这种人祖业不佳，从小容易吃很多的苦，从而能够培养出自身坚毅的性格，做事也是一步一个脚印，能够从基层做起，做事认真而踏实，并且这种人有着很强的学习力，很有艺术天分，往往能够习得一技之长，能够白手起家，创下很大的家业和事业。不同的额头有着不同的命运，但额头只是命运象征的一部分，还需要结合整体面相去看，才能知道自身的真正命运。好了，讲前麻烦大家点点订阅和小铃铛，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我的最新分享。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身上有仙骨有何征兆，面相体相有什么不同。有时候会听到一些人说仙骨，但很多人都不是很了解。仙骨在尾骨上方是非常重要的存在，却并不是每个人都存在。有仙骨的人脸型会偏大，眉毛浓密，五官都格外吸引人，脸部也比较突出，身体宽大，而比例保持得非常好。有仙骨的人都是运势的宠儿，总会得到眷顾，自己稍微努力一下就能达到很多人羡慕的地步。跟随小编一起来了解一下身上有仙骨的人面相和体相的特征。1. 身上有仙骨的人眉毛浓密，财运亨通。身上有仙骨的人眉毛明显要比身边人浓密，他们性格外向，乐观开朗，每天都是充满阳光的，也善于去结交朋友。他们给人一种易于亲近的感觉，仿佛没有一个人是陌生人，这也给他们日后的事业奠定了很好的基础。他们正财的收入并不算高，但偏财运势却非常好，每次都是朋友给一点信息，然后他们照着去做，很大可能赚到钱。他们最大的优点就是礼尚往来，一定不会让别人在自己这里吃亏，所以每次也都不会亏待朋友，这也是他们能够一直保持下去的最大缘由。2. 身上有仙骨的人脸部突出，健康指数高。身上有仙骨的人比较注重养生，他们对健康的投资力度非常大，也因此舍弃了一些其他的东西。他们清楚，只有身体好了，才能方便地做其他的事情。平时喜欢锻炼身体，也会注重饮食，最重要的是有着规律的作息时间，从来不会受到网络的诱惑。每天到了时间一定会休息，有非常好的习惯。他们相信劳逸结合，疲劳战术是做不成事情的，只会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糟糕。在疾病和意外面前，他们也总是能够成功的脱离，每次都能和意外擦肩而过。3. 身上有仙骨的人身体宽大，桃花旺盛。身上有仙骨的人一直是烂桃花的代名词，他们非常受到别人的喜欢，因此有很多崇拜他们的人，每天都会有异性的追求。他们性格非常好，幽默风趣，好接触，能力也很突出，从各方面来说都像是完美恋人一样的存在。有桃花是好事，但桃花运太过旺盛也不是什么好的事情，一定要好好筛选，选择自己最喜欢的那个，也选择最合适的那个，不要在犹豫中浪费了很多机会，也不要因此就胡乱的选择，这是对自己对别人的严重不负责。从某个角度来说，有仙骨就表示是神仙转世，那体现在男女身上都有哪些面相特征呢？小编为你具体讲解。1. 神仙转世的男生面相。面相是我们见人的第一印象，它对一个人来说至关重要。从面相中可以看出人们的性格喜好和人生运程的变换。有的人甚至为了有个好面相，通过各种偏方甚至整容来调整，可见其重视程度。有的人生来面相就很好，一生过得顺心又发达，有别人几辈子都得不到的好运。
那么这样的人面相有怎样的特征？下面就来说一说男神仙转世都有哪些面相特点。一、额头很高，额头在脸部占比位置比较大。从一个人的额头光亮和位置，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感情运势。男子额头位置饱满圆润且额堂高者，他们是很重感情的人，热情而认真，在青年时候受尽异性崇拜，桃花运很好，在婚后对自己的妻儿非常好，日后的婚姻生活也会很幸福。他们需要注意的是自身的健康问题，虽然他们这是神仙面相，可以给家人带来好运，但容易使自己受病痛困扰，易得三高，应引起重视。二、眉毛高扬较为浓密，眉毛浓密的男人很多，但若是眉毛整体向上扬起且较为浓密的，那是男神仙转世的面相。这样的长相注定不同寻常，他们往往性格沉稳，做事情很有追求，可以照顾好自己和身边的家人，喜欢把什么都安排得妥妥帖帖。但这样的人也比较强势，他们决定了的事，很少有人能劝他们改变。在和家人发生冲突时不懂得退让，有很大的弊端。三、眼睛修长且有神，眼睛是看一个人面相最为直观的地方。若一个男子眼睛修长而且很有神气，那是聪慧、洞悉事物敏锐的代表。这样的男人往往很狡猾，做什么事都有自己独到的想法，让周围人无法理解，但他们的事业还是爱情都很成功，好像在命理中有人帮助一般。总的来说，眼睛修长又有神，也有不少人说这是男神仙转世的面相，如果碰到了，应该好好珍惜。四、嘴唇饱满且长，神仙转世的男子嘴巴一般都较大，唇部饱满且外形清晰，他们这样的人算是很有福气的人，生下来有上一辈人留下的丰厚的家财，过得比别的孩子过得轻松。唇部丰满的男子通常性格很冷静，他们很有自己的主见，但是不太善于表达，在工作后受领导赏识，一路升官进财，而且他们的长相很旺妻，两人只要配合得好，日后的生活会一帆风顺。二、神仙转世的女生面相，很多人生来家里财富就很多，可以保他们一生都过得衣食无忧，有着旁人羡慕不来的福气，好像是神仙转世，一生都很顺遂，且会给周边人带来好运。他们这样的人做什么事运气都很好，天性友好，喜欢帮助他人。那么这样神仙转世的女生面相有什么特征？下面一起来看看。一、耳垂柔软且较厚，女生的耳垂柔软，外弓中正且又厚又大者是财运很好的象征。他们这种人从小就很聪慧，受家人朋友喜爱，一直过得很快乐。在工作后勤恳地做事，行动力强，而且有自己的想法，事业线发展很好。要注意的是，在忙于自己工作的同时，不要忘了自己的感情问题。他们的情运是很好的，但要认真辨认是不是好桃花。他们这样的人日子过得很不错，而且帮助他人，所以身边人也能跟着沾光，是神仙转世的面相。二、鼻梁挺拔有光泽，鼻子是看一个人财运的关键，财富对我们的生活至关重要，决定了人们日常生活的质量。女子的鼻梁挺拔，而且周围没有杂纹，鼻尖有光泽，是旺夫又招财的代表。但是要注意，他们的鼻翼周围没有痣才好。这样的人，特别是从商的，他们事业发展会比常人顺利。自己创业或是进公司上班有伯乐赏识，上升较快，并且能够帮助他们的丈夫家人出谋划策，是旺运招财的面相。三、唇部饱满而红润，女子的唇形饱满有肉，而且色泽红润，是面相幸运的代表。我们现在人都追求嘴巴长得小巧而饱软，这样的唇形较为好看，但其实相较之下，唇部丰满的人人生运程更为顺利。这里说的唇部丰满不单是嘴唇很厚，而是唇部中间饱满有肉，嘴型不大，但上下唇比例刚好，且呈红润状态。这种面相的女子感情线很好，
自信且热情友好，她们很旺夫，对丈夫的事业大有帮助，和另一半非常恩爱，是享福的命数。4. 额头较宽且没有褶皱，额头很宽且光亮没有褶皱的女子，这是神仙转世的面相。这样的女子，她们性格很要强，对自己做什么事都是高要求，因此会过得很辛苦，但是受到众人敬仰，名声很好。他们的感情道路前期发展有些挫折，太过要强，受男人冷落。他们虽然结婚较晚，但婚后很是幸福，和丈夫配合的好日子越过越顺遂。总的来说，这是很好的面相，是女神仙转世的代表。今天就讲述到这里，如果喜欢，欢迎大家点赞评论，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会更加努力，做出更多优质视频。祝大家生活美满，家庭幸福，下期再见。